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大马房产研究室，我是小麦。那前2期影片呢，我和大家去拆解了我们这个 Pavilion Square 的核心投资逻辑，对吧？那之后呢，我们去分析了 Pavilion Square 里面有的户型的利与弊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会大家用最数据化的方式去看我们这里的3大项目 ：Pavilion Residence、Banyan Tree 和 Pavilion Suites 的租金表现。和这3大项目和我们 Pavilion Square 之间最直接的关系。那影片的最后呢，我会和大家去分析 Pavilion Square 里面的户型哪一个是最值得你们去投资，而且是用最数据化的方式哦。我们先来看一个非常关键的数据：租金每平方尺，也就是 rental per square feet。Pavilion Residence 呢，大概坐落于5块钱到6块钱马币 ，Banyan Tree 大概在6块钱到7块半 ，Pavilion Suite 已经来到了7块半到9块半。这代表什么？市场已经其实帮我们验证了一件事情：地段、产品定位和设计效率等于租金能力。接下来啊，我们用最理性的方式来看投资回报率，也就是我们 ROI。Pavilion Residence 啊，今天在卖这每平方尺1600块的价格，租金是5块半，回报率大概是4%。Banyan Tree 呢，现在是2200块每平方尺的价格，租金是每平方尺6块8，回报大概是3.78%。Pavilion Suites 呢，现在已经来到了3800块，租金只有8块半每平方尺，回报只剩下2.78%。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，越贵的产品回报率反而越低，这就是很多投资者会犯的错误，他们在买已经涨完的产品。那问题来了 ，Pavilion Residence 已经涨了78%，Pavilion Suites 也涨了35%。现在你要再进去，是在投资还是在借力？真正聪明的投资者啊，不是追高，而是找下一条曲线的起点。Pavilion Square 今天的价格大概是每平方尺2600块，如果未来租金做到每平方尺7块呢，回报率大概会是多少？大概率是在3.2到3.5之间。听起来没有 Pavilion Residence 高，对吗？但重点不在这里。Pavilion Residence 的4%是过去的人所赚到的 ，Pavilion Suites 的2.78%是现在的人在承接的。那 Pavilion Square 呢，是未来的人会感谢你的选择。Again， 大家，我是做会计的，我不是算命师，我不能预测未来，但我可以根据过去的数据做出最理性的判断。投资啊，从来不是希望它会涨，而是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值得涨。好，那说了这么多啊，到底 Pavilion Square 的哪一个户型最值得、最适合你呢？那这边的话，同样我会用最数据化的方式和大家去分析，到底哪一个户型最适合你。很多人买房的时候啊，会问一个问题：几房比较好？越大越好吗？我们用最真实的数据告诉你，答案就是不是越大越好，是越对的人越好。好，我们先看 Pavilion Suites 啊，700多平方尺的一房单位呢，租金可以去到每平方尺8块以上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它面对的租客呢很明确，单身高收入人士啊，短租或者是外派管理层。当我说的短租，不是说租给爱彼迎哦，而是租给那些来这边住3到6个月的那些短租型客户。那我们再看 Banyan Tree 和 Pavilion Residence 啊，1加1房和2房单位呢，租金稳定在每平方尺6块到7块之间。那这一类的单位的租客呢，又是谁？外派人士啊，小家庭和长期租客。他们的特点是啊，他们非常稳定，租期长，而且对生活的品质要求稍微高一些。再来看3房以上的单位啊，租金每平方尺呢，反而下降到了每平方尺5块到6块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租客群变少了，总租金变高了，留车时间变得更长，面积变大不代表更好租。所以市场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：小单位等于租金高，中单位是最稳定，大单位的话是最难租。你想要选择大单位的话，我和大家说，直接选最大的那个，因为最大房在我们市中心这边的房源是非常稀缺的，因为它的稀缺性，那你的那个租金会来的相对比较高一点。那现在我们回来看 Pavilion Square， 剩下的单位是什么？1加1房和2房。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？它刚好就落在市场最容易出租的区间。如果你问我啊，在 Pavilion Square 里面什么户型最值得买的话，我会这样去分类。策略 A， 你是稳健型的投资者，那就选择我们的2房单位吧。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们租客群最广，可以 target 家庭或者 expatriate， 租期稳定和空置率较低。那策略 B， 你是以现金流为导向的，那就选择我们这个1加1单位吧。原因是因为呢，我们入场的门槛较低呢，而且我们的这个 per square feet 的 rental 比较高，而且更加灵活，可作为双用途。那很多人买房啊是在选自己喜欢的户型，但真正赚钱的人呢是在选租客会买单的户型。好了，来到影片的尾声啦。如果你想知道哪一个户型最值得买，哪一个楼层最有潜力，或者是你适不适合这个投资的话，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，我电话号码已经放在这里的。还是你们对哪一个楼盘有兴趣的话，想要我帮你们拆解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会用数据化的方式帮你分析，而不是用感觉帮你推荐。喜欢这类型的研究型影片的话，欢迎分享、订阅和按赞。我们在下期影片见，拜拜哦。Testing, testing, 1, 2, 3. Testing, 1, 2, 3.
通常它的，通常它的那